11月25日，德国国防部长表示，在乌俄冲突持续1000余天之后，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地区冲突，而是扩大到国际范围。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表示，北约正在讨论战争情况下对俄罗斯实施先发制人的高精度打击，各成员国应该加大对防空和精确打击系统的投资。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乌俄冲突开始时，俄军针对的只是基辅政权，如今已经发展成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在经历2年半以上的冲突之后，如今的俄罗斯还有掀桌子的底气吗？到北约先发制人发动打击时，普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接下来，火力军将用几个方面的数据来分析一下。2022年5月14日，火力军发布了一期关于第3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其中讲述了如果俄罗斯与北约爆发直接冲突，战争的走向将是什么。在这期影片中，火力军认为，在更大范围内爆发冲突，俄罗斯依旧有掀桌子的能力，更有掀桌子的底气。但现在，火力军的看法变了。从今年开始，乌军开始进攻俄本土，美国大选也已经落幕。大多数人看来，乌俄冲突似乎正在走向结束。然而，纵观前些年的剑拔弩张与2年多的乌俄冲突，这场战争并不会戛然而止，反而正在向更大范围蔓延。面对俄罗斯所造成的威胁，变化最大的就是欧洲国家。随着北约解除武器限制，以及俄罗斯首次使用新型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俄乌冲突明显有了升级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公布了在冲突扩大之后优先打击的目标，既不是乌克兰，也不是美国，而是波兰。这个与俄罗斯曾打了上千年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波兰与俄罗斯之间有许多积怨，包括俄罗斯之前的苏联、沙俄时期。所以，自冲突爆发之后，波兰一马当先，成为反俄最积极的那一个。在2022年，波兰将自身20%的军费用于援助乌克兰，将大量装甲车辆提供给乌克兰。2023年，在北约各国还在踌躇不决，无法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援助豹2主战坦克等北约支持坦克时，是波兰第一个将自己的豹2 A4 送到乌军手上。为了帮助乌军修理装备与补充弹药，波兰还让本国军工企业实行3班倒的工作制。截止2024年11月，波兰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260亿美元援助，占 GDP 的3.3%。用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的说法，我们做到了能做的一切。当然，这些举动也激怒了俄罗斯。在去年7月份，普京发出警告称，2战期间苏联帮助波兰获得了许多土地，结果波兰人忘记了，但俄罗斯人会提醒他们。梅德韦杰夫同样发出警告，称波兰将会为自己的反俄举动付出巨大代价。波兰自然清楚自己是俄罗斯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在乌俄冲突爆发的这2年多时间内，耗费巨资提升战备能力。在冲突爆发前后，波兰耗资60亿美元，从美国引进了250余辆 M1A2 与116辆 M1A1 主战坦克，另外还在2022年与韩国分批次达成采购合同，耗资150亿美元，采购1000辆韩国 K2 黑豹坦克、670余辆 K9 自行火炮、300门 K239 天5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及3个中队48架 FA50 战斗机。2023年，波兰分别耗资150亿和100亿美元，从美国采购了48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与480余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仅在俄乌冲突爆发的2年多时间，波兰就花费了400亿美金。2024年7月，波兰外长希尔科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波兰今年军费将达到 GDP 的4%，明年将提高到5%，将是北约成员国中最高的。然而，即便这样，波兰似乎依旧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为此又邀请美军入驻。2023年，美军首个常驻波兰的军事基地成立。2024年5月，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米龙营基地又在波兰克拉科夫巴里斯国际机场附近启用，成为美国特种部队在欧洲最东端的基地。所以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内，波兰的军事实力是不断在增加的。虽然向外采购的武器还没有全数交付，但面对俄罗斯这个大敌，波兰可是丝毫不会放松警惕。此外，波兰并不是孤身一人，背靠数十位盟友。但可以预想的是，如果俄罗斯与北约爆发直接冲突，波兰将首当其冲。那么按照当前俄罗斯的战力，这场战事会怎么发展呢？值得注意的是，北约已经明确表示，北约正在讨论战争情况下对俄罗斯实施先发制人的高精度打击。此前，北约一直宣称自己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同盟，但鲍尔关于先发制人打击俄罗斯的言论，显然与防御政策背道而驰。
这就意味着北约对俄策略可能发生了重大调整。另外有消息称，鲍尔公开表示，各成员国的军工企业需要生产更多的武器，并加大对防空与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投资。事实上，在美国与其他北约国家解除乌军武器限制之后，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先发制人对俄罗斯发动袭击了。此前，外界曾对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进行了推测，认为最能对北约造成威胁的俄罗斯领土当属加里宁格勒，这是一块在俄罗斯最西部的领土。但比较特殊的是，加里宁格勒并不与俄本土接壤，而是被立陶宛和白俄罗斯隔开，成为一块飞地，并且早已成为北约的一块心病。为了应对北约造成的压力，俄军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了大量弹道导弹，例如射程500公里至2000公里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不仅可以携带常规弹头，同时也可以携带战术核弹头。只要俄军发射伊斯坎德尔，基本可以在20分钟内打击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俄罗斯想要守住这块飞地非常不容易。毕竟这是一块飞地，俄罗斯在这里部署的军事规模非常有限，仅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战斗集群，兵力大约12000人。尽管该集团拥有数百辆坦克与装甲车，但面对军事实力更加强大的北约，依旧是杯水车薪。而且在去年峰会举行之后，北约就在俄罗斯边境地区增加了30万快速机动部队。一旦北约与俄罗斯开战，在袭击加里宁格勒的同时，饱受俄罗斯威胁的波兰势必也会先下手为强。如果再拉上波罗的海3国，另外还有北方的芬兰、瑞典，俄罗斯肯定是吃不消的。多线作战就不要想了。按照目前俄罗斯口袋里的卢布以及家里不多的几口人，在常规战争的情况下，双线作战估计都扛不住，更别提3个以上国家的同时出手。按照北约的说法，如果俄罗斯成功占领基辅，吞并整个乌克兰，那么北约将打出第一枪，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必将首当其冲，遭到北约军队的攻击。事实上，在面对北约准备先发制人进行打击的时候，俄罗斯就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并且传递出一个信号：俄罗斯将做好最坏打算。毕竟北约拥有32个成员国，兵力非常多，可以从多个方向对俄罗斯发动进攻。那么，在经历2年多的冲突之后，俄罗斯还有掀桌的底气吗？虽然在这2年多的时间内，俄罗斯军队遭受了战争的洗礼，在作战经验方面确实要比北约各国要强，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俄罗斯在战场上损失的装备远超外界的预测。根据火力军的看法，如果两者爆发直接冲突，最主要的战争手段依旧是常规战争，也就是地面装甲集群的作战。然而在2年多里，俄罗斯一共损失了超过近2万台各式地面载具。在这些数据之中，去掉侦察无人机和卡车后，超过1万辆各式坦克与装甲车被完全摧毁。仅是主战坦克，俄罗斯就损失了3500余辆，包括俄军现役最先进的 T90M， 在乌克兰战场上共损失了117辆。如果算上 T90A、T90AK 和 T90S 的话，这个数字将会来到171辆以上。要知道，在冲突爆发之前的2017年，俄罗斯与 T90M 供应商乌拉尔机车车辆厂签订了为期5年的订单，为陆军生产270辆 T90M 主战坦克。然而乌拉尔厂技术和产能严重不足，在2022年年初之前， T90M 年均产量仅有40辆，在开战初期可以投入战场的数量仅有67辆，即便后来想方设法提高产能，也最多交付260辆。而陆军装甲的中坚力量 T80 与 T72 坦克，这些坦克的损失才是对俄军装甲部队造成了巨大冲击。在乌克兰战场，俄军共计损失1014辆 T80 系列坦克，1606辆 T72 系列坦克。这些实实在在的装甲力量的损失，直接让俄军装甲集群动摇根基。即便左拥苏联遗留下来的庞大遗产，但依旧承受不了这些损失。没看到俄罗斯开始起风库存中的老旧坦克了吗？关于俄乌2国在这些年的战争中的损失，火力军此前已经做了一期更加详细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火力资讯频道前往观看。所以在常规战争方面，俄罗斯是不占优的，甚至是处于巨大的劣势。那么非常规战争呢？也就是核战争。此前普京曾说过一句话，如果俄罗斯都没了，那还要世界干什么？意思就是俄罗斯战败就会丢核弹，让所有人一起上路。但要清楚的是，核武器可以被称为最终手段，也可以称为是不能用的手段。任何一个拥核的国家都不会允许俄罗斯使用这个手段。此前，俄罗斯在面对北约援助装备解禁的时候表示，北约任何武器袭击俄本土都将视为对俄开战，俄罗斯将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应。只要北约各国上战场，俄罗斯就只剩一个选择，那就是将全部兵力集中到一点。白杨、萨尔马特、苏7以及图160等家底一股脑的全投入战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11月份，乌军先后使用陆军战术导弹、暴风阴影巡航导弹以及海马斯火箭炮对俄本土目标进行袭击。作为这些袭击的回应，俄罗斯仅仅使用了1枚中程弹道导弹，对乌克兰一处生产导弹的工业区进行了打击。与其有些类似的是伊朗，在遭受2次以军空袭之后，伊朗也对以色列境内实施了回击，但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然而在本国境内，伊朗将其渲染成大胜，两者的做法如出一辙。可以这样说，开战前俄罗斯拥有一堆小牌，另外还有1-2张大牌，其中最大的牌是不能打的，扔出来全都输了。在经过2年多的时间之后，小牌被消耗的差不多了，仅剩的大牌依旧不能扔。也幸亏当初的美国与苏联签订协议，限制中程弹道导弹的研发与生产，要不然此时的俄罗斯将有一大批射程3000公里以内的弹道导弹。如果真是这样，这场战争的态势可能就是另一个局面了，随时都有掀桌子的底气与实力。只是这些都是假设。然而如今的俄罗斯恐怕已经基本失去了掀桌子的底气了。另外，火力军觉得，对于核武器，各国只会将它们放在仓库了，绝对不会扔出来。毕竟战争是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之一，但并非所有手段。据美国防卫博客报道，受乌俄战争影响，荷兰决定加强防空战力，现与康斯伯格公司签署了一份新合约，将采购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机动防空系统，总价值约120亿挪威克朗。这2款防空系统可为荷兰提供短程至中程的空防能力，预计将于2028年进行交付。其中，在 NASAMS 系统方面，荷兰已于2006年获得了该系统。此次采购属于增购，可进一步提升其陆基防空能力。至于 NOMADS 系统，则是康斯伯格公司刚推出不久的新系统，它有2具各装载了2枚导弹的发射器，再加上捍卫者遥控武器站以及3D 雷达组成。待其正式交付后，荷兰将成为该系统的首个国际用户。届时，荷兰还会把该系统整合到 CITAD-EL 防空计划中，以进一步提升该国的防空能力。据海军新闻报道，英国首艘军用超大型自主潜艇赫恩号目前已成功完成测试。据悉，赫恩号由 BAE 公司和加拿大塞卢拉机器人公司合作设计，旨在监控并保护水下基础设施。与常规水下载具相比，赫恩号加装有 BAE 公司研发的船舶自动导控系统。该系统已通过水面舰艇实测，可灵活安装于现有或新建舰艇，并提升其自主作战能力。此外，由于无需携带补给与维生系统，赫恩号的水下巡逻时间将远超传统有人潜艇。再加上其开放式架构设计，能够允许自身设备进行实时升级，具有高度的作战灵活性。另据 BAE 公司说法，赫恩号还支持自主反潜作战，可大幅降低工作人员执行此任务的风险。据路透社报道，土耳其决定缩减 F-16战机的采购方案，将取消购买79套可供现有机队使用的现代化升级套件。据悉，土耳其是 F-16的最大操作国之一，国内机队主要有200多架较旧的30、40和50批次 F-16战机组成。此外，土耳其还曾与美国达成协议，将采购40架70批次的 F-16以及79套供现役 F-16战机升级的现代化套件，并为此支付了14亿美元的首款。如今选择放弃这些套件，土耳其给出的理由为该国已具备自行执行这项现代化升级的能力，后续相关的升级工作将由土耳其航空工业负责。另外，土耳其还表示希望重新加入 F-35项目，并采购40架 F-35新战机。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称，在俄军空袭乌克兰的图160轰炸中，至少有6架是1999年乌克兰政府移交给俄罗斯的。根据存档协议显示，乌克兰政府于1999年总计向俄罗斯移交了8架图160战略轰炸机、3架图 95MS 战略轰炸机以及575枚 Kh-55空射巡航导弹，以此来抵消当时乌克兰欠俄罗斯的 2.75 亿格里夫纳天然气债务，约合660万美元。仅从结果上看，明显是乌克兰亏了。有人说，这笔交易当时并未达到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称俄罗斯几乎不花1分钱就获得了这些实际价值难以估量的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但也有人说，在那时候乌克兰是同意这样的交换，其实因为当时拥核的乌克兰已经引发了美国和俄罗斯的警惕，而乌克兰无力维持这样庞大的核存在，加上能抵消俄罗斯债务以及美国声称会提供援助，因此乌克兰最终选择了放弃核力量。其二是因为有时任乌克兰总统利昂尼德·库奇马的宣传，
他称，保留这些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不会显著增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防御能力，因为俄罗斯拥有能够对抗 Kh-55巡航导弹的防空系统，大型且速度相对较慢的轰炸机也很容易被俄军武器在空中或机场内打击。战略武器不太可能帮助乌克兰实现战略目标，也不符合乌克兰的规模。我们缺乏导弹的测试范围，甚至缺乏操作此类设备所需的广阔领土。战略武器需要战略空间。但以目前的眼光来看，若是乌克兰没有将这批宝贵的战略资产低价出让给俄罗斯，或许就不会有乌俄战争了，只恨悔不当初。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受乌俄战争影响，乌军的战术越来越多样化。例如，在顿涅茨克州大诺沃希尔卡地区，乌军通过在大黄蜂女王无人机上安装 AK-74突击步枪，不仅击退了俄军进攻，还摧毁了俄军装备，幸存的俄军步兵则落荒而逃。大黄蜂女王无人机由乌军狼牙棒部队士兵研发并测试，专为执行清除俄军步兵任务而设计。通过将其与 AK-74进行整合，操作员可在远程实现精准射击，且无人机在连发模式下也能够有效控制后坐力，同时即使步枪遭到敌方打击，仍能正常运作并持续射击。另外，狼牙棒部队此前还将牛头犬反装甲榴弹发射器安装于相同无人机平台上，也取得了不错的实战效果。有趣的是，受乌军新战术启发，俄军也开始照葫芦画瓢，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将反战车导弹系统合理地安装在无人机平台上。据德国慕尼黑信使报报道，北约各成员国中的军事专家、退役军人等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在一封联名公开信中呼吁建立一个反俄意愿联盟。截至目前，已有79人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包括英国前国防大臣本·华莱士、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古斯塔夫·格雷塞尔、美国驻欧洲陆军前司令本·霍奇斯、爱沙尼亚前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等。此外，俄罗斯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也在信上签名，他是为数不多公开批评普京的俄罗斯人士。这些公开信的签名者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要求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援乌提供资金，同时在乌克兰西部上空建立防空盾，以帮助前线的乌克兰军队建立更有效的军事后勤，且在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前，还应向其提供稳定的安全保障。据德国图片报报道，德国政府正在拟定一份公共建筑清单，以便在战争时期用作掩体使用。德国目前正考虑的公共建筑包括地铁站、地下停车场等。清单一旦拟定完毕，德国公民就能使用相应的应用程序找到距离自身最近的掩体。除德国外，瑞典、挪威、芬兰3国近期分别向各国国家的公民发放了战时应急手册。分析人士称，上述国家之所以采取这种应急措施，主要是为了预防俄军西进。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在爱沙尼亚举行的北约演习中，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共计造成12名士兵受伤，其中有8名为英国士兵。报道称，这些英国士兵是作为加布里特行动的参与者而被部署到爱沙尼亚的。目前，英国正在爱沙尼亚领导一个多国战斗群，并通过与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等北约盟友进行合作，来对俄罗斯进行威慑。据 BBC 报道，俄罗斯指控英外交官向俄罗斯提供伪造的个人信息，并进行间谍行为。目前，该外交官已遭俄罗斯驱逐。对此，英国回应称，俄罗斯指控毫无根据，正考虑实施对等的报复手段。实际上，自乌俄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和英国经常互相驱逐彼此的外交人员。例如，今年5月，一名俄罗斯驻英国武官由于在没有申报自身是军事情报官员的情况下，从事了相关间谍活动，而被英国驱逐。随后，英国驻俄罗斯武官也遭俄罗斯勒令，要求其在1周内离境。除外交人员外，俄罗斯还把诸多英国高层以及媒体单位列入了该国的制裁名单中，例如英国副首相安吉拉·雷纳、BBC 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俄罗斯失去掀桌子的底气是在哪个战争时期呢？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